哎呀妈呀！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。彩铃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爸是一个书法爱好者，特别爱写毛笔字。然后我爸现在要回铁岭了，说要练练书法，我就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去买点毛笔字的东西。你自己让我看看你买的，你自己让我看看。笔，对的。墨，对了。纸，买的对的。你给大伙看看你最后买那个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买的这是啥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他买软的纸，就是练书法用点软的纸，沙沙的纸，宣纸。这个多亮，这有人，这有钱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大胖媳妇的人生梦想是啥不？就是能够进入温斯敏斯特宫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英国议会大厦。你们可能看过他们开会，就基本以干架为主，就是英国夕阳红版本的奇葩说吧。他一直梦想着进入这个议会楼，为这事儿呢也没少念书，没少努力，这些年一直申请这类的工作，最后终于拿到了能达到这个梦想的 offer， 就是英国环境保护部门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这么个工作。哎呀妈！当时拿着 offer 的时候，给俺乐的哈！就那个时候的我，不是张彩玲，不是张博主，我是1.53米的小贤妻加上小两母，吃着臭炸鱼，配着马铃薯，等着老公当议员把我来滋补。不过即使我是议员的夫人，也不耽误我从奇葩说片场往家顺东西。不过没事，我观察了，看别人也往家花了。offer 终于拿着了，部门听着也挺好，反正环境保护这类的活，我听着是挺高大上的。参与铁岭臭氧层子的修补。安排殉情傻狍子的归属，督促佛系大熊猫的繁衍，鉴别已故霸王龙的公母，基本就是这是我想象的活儿。结果真正拿到手的活儿呢，说起来挺好听，实际上就是玩塑料袋儿。但是玩塑料袋儿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呢，在玩之前你还得接受这个漫长的安全背景调查，就是调查你这个人有没有安全隐患，可不可以出入就政府办公大楼。经历了漫长的好几个月，这调查才过，就证明了他这个人除了老挨打，没有啥安全隐患。结果呢，疫情爆发，所有人都搁家办公。完事儿你们也都知道，前一阵直接咔嚓就失业了嘛。哎呀，就感觉他离他的梦想好近呐。结果最后连这议会大楼的门都没摸着，倒是没有隐患，直接成为了幻影。所以心碎在红尘，可怜追梦人，只恨命运你是不回家的人。完，他当时在家办公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录短视频嘛。完，他这边工作慢慢找到感觉呢，我这边也开始慢慢收获粉丝儿。然后去年盛夏，我就收到了奇葩说的邀请嘛，我乐颠的我就回来了嘛。结果回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大能耐，哎呀，在青岛待那个14天，就天天在宾馆看着我女儿视频，搁那呜哭的，人家工作人员把我的小猪佩奇的橡胶水果刀都给我没收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因为这个特殊的造型嘛，我就喜欢把这个电脑放到床上，然后我跪在床边写稿，这样我不约的上，我要不我难受。结果有一次我妈出去给我买饭，回来看我搁那跪着写稿呢，哎呦我的妈，戏这个多呀，啪嚓也跪地下了，抱着我就开哭，咏叹着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要强的女人多伤悲，给我整一愣一愣的。我寻思我也没咋地呀，那你要不然不也得写稿吗？所以今天人家让我聊聊梦想这个主题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自从回国以后，我发现就身边的人都太拼太努力了，我跟人家一比，我就肚脐眼外翻的比较努力。我只是说这个孕妇的造型给人一种我好拼的一种错觉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熟儿姐battle之前，她马上要上场了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结果地上有水，啪嚓拽那儿了，当时脚就崴伤了。所以马老师有多抠，就拖布都不买。完，当时俺俩一块入场嘛，她脚疼往前撅着，完我怀孕往后仰仰着，俺俩老像那个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俩人叫啥了，忘了叫啥了，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，俺俩就一块进去点秋香去了嘛。然后他这一边往里走，他的助手就在他的脚踝附近哗哗哗一顿猛喷那云南白药。所以要说熟儿姐还是有钱，就是能喷了至少70多千瓦的白药吧。最后俺俩就特别像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这俩人，带着干冰效果架着雾进去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都太努力了。所以现在虽然我也想我这大胖媳妇和我女儿，她俩也想我和这个要出生的老二，但是呢也没啥可后悔的，我就够幸运的了。这奇葩说方便面咱说也往家花了至少1沓了，那我大胖媳妇折腾那么长时间，议会大楼1瓶矿泉水1袋方便面也没花了着啊，梦想就戛然而止了。今天哭泣的小红唇，以后有趣的小灵魂，今天那点小无奈，10年后的下酒菜们。所以呢，我和我失业待养的大胖媳妇，我家翟耀达还有这个老二，祝大家在牛年里，在追梦的路上，喜欢谁就大声讲，
惦记啥就大胆想，少听魑魅与魍魉，想要就去抢。就像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说的嘛，不管梦想多奇葩，一口一口实现它。我家这大胖媳妇儿现在应该是北京朝阳区所有外卖小哥的暗杀对象。自从她来到北京，应该聊疯过无数个外卖小哥。大胖媳妇儿跟我说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难的事儿就是点外卖，点本身不是问题，现在烤冷面、半鸡架人家都会搜，问题是接外卖。我说为啥？他说因为外卖小哥会迷失、会脆弱、会崩溃，然后会给他打电话求助。但是大胖媳妇儿的汉语水平呢，自己都老丢，根本听不懂。那天有个外卖小哥给他打电话说，你家是20号楼啊？大胖媳妇说是。然后外卖小哥说，我在新兴超市呢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，我在家呢。因为我家这小区楼很多，门也很多，所以就老有外卖小哥找不着。大胖媳妇为了吃呢，就得非常努力的背怎么给他们指路，死记硬背。他上周刚刚背诵下来，如果一个小哥从南门进来找不着，应该怎么指？照镜子，看着镜子左怪。但是呢，每个小哥他走丢的方式各不相同。刚背完从南门进来的指导全文，下个小哥打电话人从北门进来的全白费了。为此他还自己画了一个思维导图，这是我见过的人类史上最高级、最复杂的接收烤冷面流程图。人家说这个东西学名叫统一建模语言，从南门进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就怎么通过亭子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那将自动被推送到北门或西门系统。北门进来的是还是不是？是，那通过鱼池再引到红色儿童滑梯；不是，再推送到西门系统。最后通过各种地标把所有目标都引流到红色儿童滑梯。流程图人都配备完了，现在每次一接外卖电话之前就站在黑板面前有备而战。但是架不住的是，人有的外卖小哥他不咋说普通话。昨天那外卖小哥河南口音，那俩人的电话打的呀，那外卖小哥说，我招不住你啊。大胖姐老紧张了，放下吸尘器过来找我呀。他要捕捉我。你好，小白，我招不住你啊！那找不着我，这咖啡给煮上发了，我上北了，我上北了。因为沟通不明白，小哥总急眼，大胖媳妇都不敢开门。幸亏咱家装的凯迪式 K70千里眼智能锁，有人在门口逗留，小程序会提醒预警，一键查看情况，画质超清晰。有急事还能用室内屏联系我，出入直接刷脸挥手，方便可靠。昨天又整疯了，我看他陪孩子背古诗，我非常开心，我想给他设置一个惊喜，鼓励他一下子。那鼓励他啥呢？我就给大胖媳妇点了一份半鸡架，他都不知道，突然间有个外卖电话就来了。这外卖小哥是东北的，真的要骗你都不是人。这位外卖小哥找不着路时候的沟通方式非常的魔幻的，他是这么说的：那我在那个新兴超市门口呢，我现在屁股朝北，我咋整？大胖媳妇非常懵啊！啊，谢谢你的分享，但是 who are you？ Who are you？ 对方说，我送外卖的，我导航瞎导，没找着山丹园呢，哪有山丹园呢？我顺导航都导出去了都。我现在呢，我就搁这超市门口站着呢，我脸朝南，屁股朝北。我现在大胖媳妇就非常不解，赶紧把电话给我说，你跟他说，他如果迷路了，我可以去找他。但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屁股朝北呀？咱们不都是屁股朝下吗？朝下吗？最后为了这半鸡架，出去找的人家接的这外卖，都接着半鸡架了，还特意回头瞅人一眼，完跟我说，这不也朝下涨的吗？也朝下涨。哎呀，我说这网红的钱呢，还真不能都赚，还是得有点良心。我老公上个月植发了，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呢，那个植发机构的领导不在，然后我们回家呢就发了一个视频。我吧怕观众以为我们打广告，我就把这个机构的 logo 全给打码了。视频发出去，他们领导发现了，立马跟他的下属说，那这么大的网红来咱们店做植发，你们还不想点营销策略？赶紧联系他们。然后他们团队就找我们了，说，呀，这大胖媳妇在我们店植发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你看你们后续能不能再发2个她植发的视频，然后别打码，把我们品牌大大方方露出来，我们付广告费。我当时吧有点不太敢接，我知道医生确实是尽力了，但到底啥效果咱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同事就跟大胖媳妇说了，大胖媳妇当时乐的脸都变形了。在我们眼里吧没多大事儿，在他眼中老大事儿了。他认为这是他接的第一个明星代言，而且这个代言费他认为跟我张彩玲无关，他理应私吞，给他乐的整个加拿大西海岸全知道了。然后1周过去了，2周过去了，我爸的股票都涨了，他的头发并没有。找我们做广告的人吧也一直在观测我们的短视频，观测了3周之后，人家不提花钱做广告的事儿了。我猜他们现在也想花钱，但不是花钱让我把品牌露出来，而是花钱让我把品牌打码，最好盖得死死的。大胖媳妇就着急了，她说，我觉得这植发效果挺好啊，我一共就这些毛囊可以用，那谁还能给我职称刘欢老师啊？可能大家还是没仔细看，为了推动代言，我得努力让大家关注到我的植发效果。于是到了铁岭，他就勾引所有人看他头发，从而夸他，还让我录。我们跟我姥吃饭，大胖媳妇就把帽子脱了，说，姥姥看我的植发。我姥说，啥叫植发呀？我说就是把秃顶的地方盖上。我姥说，啊，挺好，他该植，啥时候去呀？啥时候去呀？大胖媳妇上火，躺那说，哎，咋还不找我代言呢？等啥呢？我都不忍心伤害他，告诉他实情。我说你先睡觉，别上火，睡不好那头发能长吗？我就买了雅朵星球深睡被 Pro 双层的，控温又排湿，我怕冷他爱出汗，正好完美解决。不用被套，贴肤软和，脏了拉链一拉，机洗烘干，换季也不愁。大胖媳妇脑袋能不能发芽不知道，睡觉应该是没毛病了。大胖媳妇认为这些有头发的人一定看不懂植发的效果，于是他走向了铁岭老公园，那里的男人懂他。到了老公园，他钻到老头堆里就脱帽。
导致老头寻就开始传。公园西北角来了个老外，见人就脱帽，这么有礼貌，是不是一个传教士？然后有个老大爷问他，你是哪国的？他说加拿大。这个老头就冲另一个老头说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来那人是大山，上完春晚能吃了。听话的老头耳背，跟下一个老头说，来那个人能吃，昨晚把大山吃了，大山吃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就没有一个人有植发经历的吗？他就问我爷，这里有植发人吗？这有没有植发人？啊，这有没有植发人？记录人头上边看，在这儿呢，没了。终于碰见一个老头，非常友好。大胖媳妇冲他脱帽，他根本不知道大胖媳妇在干啥，反正看老外脱，他也随一个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四面都不错，就剩中间这一寸了。大爷说，巧了。我也就剩中间这一寸了，咱俩你说说，凹凸互补。大爷问大胖媳妇，你这咋整的呀？大胖媳妇说，我直的发呀，你咋整的？大爷说，我随我爸呀，我随我爸呀。